和狄姐同时被送去兽人国联姻。狄姐选了容颜俊美的狼族少主为夫，我则被迫嫁给了长相丑陋的段尾愕然。可后来狼人练功走火入魔，发疯屠了全族后自爆而亡。狄姐由于失去依靠，被各族兽人肆意欺压，而我选择的燃蛇却意外获得龙族传承，最后还让我当上了人人艳羡的家主夫人。于是对我心生嫉妒的狄姐在我生日宴上，趁我不备时一剑刺穿了我的胸膛，再次争艳。我回到了父亲让我们挑选联姻对象这天，狄姐抢先夺过燃蛇的婚契，朝我挑衅道：“好妹妹，这次该轮到我来做家主夫人了。”闻言我便知道她也重生了，不过就她这脑子，怕是还没当上家主夫人就得被燃蛇折磨而死。成婚那日，我和狄姐分别被送去了狼族和燃族。狼族少主白九玄神色恹恹地坐在榻上，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，面露娇羞地上前替他更衣，毕竟1年后他就会杀光全族再自爆，在这期间我得尽快怀上他的血脉，然后再杀了他，这样才能稳住我在兽人国的地位。可还不等我靠近，白九玄就甩袖将我掀翻在地。你明知吾身体羸弱，还要吾宠幸你是想累死吾吗？我擦了擦嘴角的鲜血，身体疼得忍不住发颤。这些兽人果然就算看起来像高贵的君子，本质上却还是无脑的暴躁狂。可还不等我腹诽完，2个奴仆就哆嗦着进来擦拭地上的血迹，他们似乎怕极了白九玄，其中一个奴仆甚至还害怕地露出了狼尾。而另一边，白九玄摇身一变，幻化成一只漂亮的白狼，他优雅的抬爪做了个握拳的手势，屋外就瞬间有个人重重倒在了地上。他嫌弃地眯了眯狭长的狼眼，吩咐道：“还不去把偷听的家伙处理了？你们是想等着他发臭熏死我吗？”2个奴仆颤抖着称是，随后连滚带爬地离开了房间。紧接着又有个丫鬟惨白着脸走了进来，她抬手请我去隔壁房间休息。临走前，我偷偷瞥了眼神色恹恹的白狼，趁他发怒前忙捂住胸口去了隔壁。我见惯了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，但像白九玄这般疯癫的倒还真是第一次见。想来我要是像狄姐上辈子那样不去招惹他，倒是能安稳活到他发疯杀全族。但我并不想就此苟且偷生过一世，于是当我听说白九玄又发疯时，还是壮着胆子去找他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污秽，朝屋内走去。只见他的发丝随意地披散在肩头，身上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沾满血色的长衫，脸色也比昨日要惨白几分，近看倒是有一种颓靡又惊心动魄的美感。他抬眸看了眼我，随后便化作原形吼着让我出去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强装淡定开口：“夫君若是头疼，我可以帮你。”我既无法用美色诱惑他，就只能靠实力来获得他的青睐。想到这，我拿出横笛准备吹奏，没曾想白九玄却跳了过来，将我掀翻在地。他将狼爪按在我的脖梗处，收起你的破笛子，否则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我强忍着脖梗处的疼痛和内心的恐惧，执意吹响了嘴边的横笛。我身为秦家女，自小就被训练用音律安抚发狂的兽人。笛音响起后，白九玄脸上的树瞳开始一点点变圆，随后他松开爪跳回榻上，优雅地拍了拍一旁的空位，命令我坐过去吹给他听。我听话的起身走了过去，却摊了摊手表示我脖子疼，今晚吹不了了，娇气。白九玄瞥了我一眼，随后伸出粗粝的狼舌轻舔了下我的脖梗，那伤口下一秒就神奇的瞬间愈合。见此，我才拿起横笛为他吹奏。不过这头狼的耳朵似乎不好使，他一个劲的嫌我吹的声音太小，之后更是让我把横笛放进他的狼耳里使劲吹。看着他安静假寐的模样，我不由小声嘀咕了句：“疯是疯了点，长得倒是好看。”话落，那双有我脸般大小的狼眼瞬间睁开：“你竟然觊觎吾的美色，你是活腻了吗？”我讪讪地摇了摇头，继续吹笛。白九玄扬起脑袋往我跟前凑了凑，好让我能把笛子再往他的狼耳里塞塞。翌日，白九玄神清气爽，我却精神萎靡，眼下乌青一片。好在昨晚也没白忙活，他看在我昨晚辛苦的份上，倒是愿意今日陪我回娘家。毕竟3朝回门，我得彰显下自己在夫家的地位，这样我娘在秦家才能过得好些。想必狄姐此时也该知道燃蛇的真面目了，我还真是好奇她现在过得如何。到了秦家后，按照规矩，我应该和狄姐一同给主母敬茶，可如今这院内除了狄姐，竟空无一人。她化了很浓的妆，但即便如此，也难以遮住那双红肿的眼睛。此外，她大热天的还穿着高领，将脖子捂得严严实实的。狄姐看见白九玄陪着我回门，顿时嫉妒的双眼发红。为什么白九玄会陪你回来？我装作不解的眨了眨眼。我夫君陪我回门有什么不对吗？狄姐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似的尖叫。当然不对，白九玄对女人根本不感兴趣，他没将你杀死就算好的了，怎么可能会陪你回门？说着，他又疯狂的狞笑起来。就算你获得了他的宠爱又如何？你说白九玄要是知道你勾引自己的姐夫，还会爱你吗？闻言，我瞬间感到不妙。可等我想走时，却被燃蛇龙渊堵住了去路。记忆深处的恐惧使得我看到他后忍不住的往后退。龙渊朝我步步紧逼着，随后毫不避讳的抱住了我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小辣椒，可比你姐姐有趣多了。说着，他还伸出蛇信子在我脸上舔了一圈。见此，我用尽全力拿出横笛放在嘴边吹了起来。回门前，我与白九玄有过约定，只要我吹笛，他就会来。果然，当我笛声响起那一刻，龙渊就被人一掌拍飞了出去。白九玄落地化为人形，随后又一袖子扇飞了狄姐。就凭你们也敢肖想吾的女人？我哆嗦着往白九玄身后躲了躲，他嫌弃的看了我一眼，有吾在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话虽如此，但他的身体倒是下意识的挡在我身前。随后他朝着龙渊冷眼威胁道：“看什么看？再看吾就挖了你的眼！”龙渊双拳紧握了半秒后，终是低下了头。他的蛇尾就是被白九玄弄断的，现在又被他打伤，想来他获得龙族传承实力大增后，定不会放过我们。如今我不仅得防止白九玄发疯自爆，还得让他变强，不然他死了，我也不会好过。然而白九玄却压根没将龙渊放在眼里，他优雅的抬脚从龙渊身上跨了过去。兽人的身形本就高大，他的腿又比一般兽人来的长，我得小跑着才能勉强跟上他。白九玄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轻啧出声：“你这小短腿是怎么骑马的？难不成是让马跪下来，你再爬上去吗？”我朝他回了个礼貌而不是尴尬的微笑。要不是我打不过他，我保证当场撕烂他的嘴。午宴时，我托白九玄的福也坐到了贵宾位上。我娘看着我的黑眼圈，满是担忧：“穆念，你这是没睡好吗？”闻言，我故作娇羞开口：“还不是白少主，害得我2个晚上都没睡好。第一晚我被他先飞后身子疼了一夜，第2晚我又给他吹了一夜的笛子，
因此这话也不算作假。白九玄听后自然也没反驳，他冷冷哼了一声不屑道：不让你睡怎么了？你有意见不成？我红着脸咬了咬唇，怎会？这是我的荣幸。白九玄闻言满意极了，随后还赏脸和我父亲喝了几杯。父亲一个劲儿地恭维白九玄，连带着对我都和善了不少。相反，他对待迪姐就比对待我要敷衍许多。毕竟龙渊由于身受重伤，连午宴都没吃就直接回去了。谈话间，父亲在得知迪姐招惹我后，还不同以往的将她狠狠训斥了一顿。午宴结束后，迪姐黑着脸将我堵到墙角。白九玄明明对女人避之不及，怎么才2天就对你死心塌地？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术？话落，他就习惯性的想抬手打我，我却先一步扇了他一耳光，随后嫌弃的拿出手帕擦了擦手。你帮着龙渊算计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还敢跑来跟我大吼大叫，真是给你脸了。迪姐捂着被打肿的脸，目眦欲裂的看向我，你别太得意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这少主夫人当不了多久，不如你现在跪下来求我可怜你，等我做了家主夫人后，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闻言，我忍不住讥笑道：你都被虐待了，怎么还痴心妄想着做家主夫人？或许你现在逃跑还能留下一条性命。可惜迪姐却听不得真话，她一意孤行的说着：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了。龙渊说了，他只是刚好在暴躁期才会不小心伤到我，他爱我还来不及呢。你是听到我会成为家主夫人，心生嫉妒才故意这么说的吧？可惜我才没那么好骗。话落，他便甩袖愤愤离去。我看着迪姐远去的背影，不由一阵叹息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很快就会被龙渊抽取心头血卖给其他兽人。毕竟秦氏女的心头血对于兽人来说，有一定几率可以觉醒远古神兽的血脉。前世我通过音律安抚暴躁期的兽人，帮龙渊攀上好几个大佬，这才没让我像他的前世任妻子一样取血而死。现在看来，迪姐很快就会成为惨死的第11任。这时，白九玄清冷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：你还要在这儿站多久？你是想让吾被太阳晒死吗？我闻声望去，只见白九玄正不耐地站在院中摆弄头发。我含笑着跑过去挽起他的胳膊，让夫君见笑了，还不是夫君长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them. 没曾想我一进屋，就有头漂亮的白狼冲上前将我掀翻在地。白九玄用树瞳紧紧地盯着我，你也想要吾的子嗣吗？他似乎从成亲起就很排斥我的亲近，或者说他似乎很排斥生孩子这件事。他身上的杀气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此时我敢肯定，我若是回答不好这个问题，今晚怕是会死在这里。我努力克制着心中的恐惧，看向他。夫君，你应该知晓，历代秦氏女的后代都会被家族用来置换资源，如非迫不得已，我也不想留下后代。夫君若不信我，那我就死在这儿吧。这会儿我方才喝下的药效开始发作，五脏六腑处传来的疼痛让我控制不住的往外吐血。白九玄的树瞳一点点变圆，连带着他的声音也染上了不安。吾又没让你去死，你这女子怎么这么大气性？闻言，我的笑容愈发苦涩。夫君这般讨厌我，都不肯让我靠近，我这么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？话落，我便脑袋一歪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清醒时，只见白九玄正坐在床边捣鼓我的横笛。你的破笛子是不是坏了？不管吾怎么吹都这么难听，我还没替我的笛子抱委屈，他倒先嫌弃上了。紧接着许氏药性太大，我又咳出了不少血。白九玄见此瞬间急了，你怎么又要寻死？吾又不讨厌你，吾不许你死，大不了吾让你亲近一下便是。说着他还激动地露出了狼耳。犹豫半秒后，他别扭地抓过我的手放在狼耳上，由于手感太好，我没忍住捏了一下。白九玄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他怒斥我大胆。闻言我委屈地憋出2滴泪。夫君连耳朵都不让我摸，我还是死了算了，不许哭，大不了吾让你摸就是了。白九玄化作原形后朝我跟前凑了凑，随后又把9转还魂丹这种有价无市的宝物一股脑地给我塞了小半瓶。又过了3天，我终于洗髓成功。可等我找到白九玄时，他正发疯似的在虐杀同族。等清理完最后一头狼时，他回头看向我，你怎么不问问吾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我垂眸含笑道，夫君杀他们，自然是他们该死，他们确实该死，但吾也该死。你可知他们为了保证血脉纯正做了什么？白九玄一边说着一边迈步朝我走来。吾的父母是白狼一族中血脉最纯净的狼，他们为生下吾这种血脉纯正又天赋强大的白狼，竟不惜突破伦理的底线。你不好奇吾的母亲为何从不出现吗？因为她已经被吾的父亲逼疯了，而吾的父亲和族中长老甚至还想让吾与母亲生下血脉更纯正、天赋更强大的后代。好在吾实力过强，才没让他们的目的达成。至此我总算明白他为什么不愿留下子嗣，还想灭掉整个狼族。这种情况换谁都得疯，可我不能让他在我跟前发疯。迪姐上辈子不止一次和我说过，白九玄发疯时六亲不认，没有人能活着离开。此时他的眼角开始泛红，行为也开始变得疯癫。我忙拿出横笛准
准备吹奏，可下一秒白九玄却突然化作白狼扑向我，我心吓一跳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，他却将狼耳垂至我面前，让我把横笛放进去吹。我吹了一天一夜，白九玄却还不让我休息，最后我累得趴在他的狼脑袋上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感受到手边结实的触感，便下意识地摸了摸，紧接着伴随着一声闷哼，我就被人一掌拍飞了出去。可就在我以为会跟之前一样摔倒在地时，却不曾想竟出现一道气流将我拖住后轻轻放到了地上。白九玄拢了拢衣角，瞪着我气急败坏开口：“吾就知道你这女人是在觊觎吾的美色。”我毫不避讳地点了点头：“你是我夫君，我喜欢你自然是理所当然。”白九玄听后红了下脸，随后化成白狼落荒而逃。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是在兽人大赛上。兽人生性好斗，谁也不服谁。大赛的输赢直接关乎到了家族的排名，因此狄姐跟龙渊也在这。龙渊言笑晏晏地游走在兽人间，而狄姐则是一副浑浑噩噩的模样。我记得上辈子兽人大赛开始前2天，龙渊就想取我的心头血与其他兽人做交易，我同他打赌，冒死用鼻音安抚暴躁气的熊族兽人，替他从熊族那拿了不少好处。他觉得我有用才暂时放过我，可狄姐从小就娇生惯养，又好吃懒做，遇到这种事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周旋。想来他已经被龙渊取了不少心头血吧。就在我思索间，突然感觉腰带被人勾了一下，随后便被白九玄一把拦在怀中。你看他们做什么？吾才是这大赛的唯一胜者。闻言，我崇拜地朝他眨眨眼，我的夫君自是最强的那个。白九玄唇角微勾，开心的竟不小心将狼尾冒了出来，不过下一秒他就快速收了回去。他平日不近女色，如今跟我这般亲密，使得他的爱慕者们纷纷朝我投来敌视和羡慕的目光，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嫡姐。他费力地挤到我跟前，指着我愤愤不平开口：“你来我跟前秀恩爱，不会就是为了故意气我吧？我就先让你得意一段时间，到时候有你哭着跟我求饶的时候。”我听后无奈叹了口气，先是被虐待，又被取心头血。姐姐，你还没认清龙渊是什么人吗？现如今你该想办法跟他和离，而不是到我跟前来放狠话。我句句属实，可嫡姐却不听劝，她固执己见地说着：“龙渊很快就会成为最强兽人，你撺掇我与他和离，是想霸占我的家主夫人之位吧？我才没那么蠢呢！等我成了家主夫人后，有你好看的。”嫡姐以为重生后就能掌控一切，丝毫不把我的劝告放在心上。对此我也懒得多话，毕竟良言难劝找死鬼，他乐意找死，那就去死吧。可就在我推开嫡姐准备离开时，却突然有个人上前拦住了我。